保时捷作为世界知名的跑车品牌，在全球无论哪个地区都有非常庞大的粉丝群体。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梦想之车很有可能就是一台保时捷。今天学长不聊保时捷辉煌的历史跟赛事成绩，这些东西网上都有现成的，可以直接搜得到的资料，我就不太想聊了。今天咱们这期视频回归二手车选购系列，聊一聊二手的保时捷到底该怎么选。学长知道，保时捷的新车对于我们绝大部分人来说，还是价格太贵了点儿，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没有必要。刚好这2年由于种种原因，二手保时捷的价格几乎全面崩盘。如果说你喜欢保时捷这个品牌，又不想花太多的钱去买一台新车，那么现在入手一台二手的保时捷，绝对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购买时机。学长会把保时捷各车型的优缺点全部都告诉你，还会深入解读各车型的通病、故障以及日后的养车用车成本。那本期视频是你目前能够看到全网对于二手保时捷选购最详细的攻略了。长视频干起来真的非常的累，希望各位兄弟们能给我这个萌新的汽车 UP 主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回一波血。我们先从最不保时捷的2台 SUV 开始聊起，一台是卡宴，另一台是 Macan。这2台车也是保时捷在国内销量最好的2台，加起来的销量占了保时捷国内销量的67%。我们先来看一看卡宴。目前我们国内能买到的二手卡宴，按照产品代数划分，一共是3代车型，2002到2009款是第1代车型，2011到2016款是第2代车型，2018到现在是第3代车型。这3代车型外观上非常好区分。我们看保时捷的车不要看前脸，因为保时捷所有的车型每一代车前脸基本上长得都不会差太多，但是我们来到后面看车屁股就非常好区分了。第1代卡宴用的是大众 PL71 平台，与当年的大众途锐还有奥迪的 Q7 共线生产。这3台车关键零部件通用率超过了80%。第1代卡宴发动机有3.2升自然吸气、3.6升自然吸气，这俩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众 VR6 系列的发动机，跟大众很多车型同款。除此之外，还有4.5升、4.8升跟 4.8TT 3款 V8 发动机。4.5和3.2这2个排量是早期的机型，后面保时捷把这俩发动机扩缸到了4.8升跟3.6升。我们市面上见到最多的初代卡宴是搭载3.6升 V6 发动机和4.8升自然吸气 V8 发动机的版本。初代卡宴包括老途锐、老 Q7， 质量跟用料都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这3台车是共线生产，但是途锐跟卡宴定位是城市 SUV， 更强调公路性能，所以初代途锐卡宴用的是电控多片离合器的四驱。这种四驱响应快，但是长时间高负荷工作会高温，不太适合高强度的越野。而 Q7 则不同， Q7 从第1代开始就是用的奥迪最引以为傲的 Quattro 四驱，中央差速器采用的是托森 C 型全机械扭矩限滑差速器，越野能力和可靠性要比途锐和卡宴更强。但是在公路行驶层面， Q7 的机械四驱响应速度就不如途锐跟卡宴的电动四驱。Q7 在铺装道路行驶的感觉会比途锐跟卡宴略差一点。大家如果说开过老款的途锐、Q7、卡宴，应该就能明白学长说的这句话。那初代卡宴开起来更像运动版的老途锐，和 Q7 的驾驶感受区别还是比较大的。那虽然说初代卡宴总体质量还不错，3.6跟4.8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到这个年限有一些渗漏都是正常的。大众这款3.6 VR6 发动机节温器跟水泵比较容易坏，如果说发动机的水温一直上不来，或者说发动机特别容易高温，大家可以重点检查一下这2个零部件。4.8这个发动机是保时捷主导研发的，只有保时捷旗下的车在用。那这款发动机比较爱坏的是机油泵、点火线圈还有节温器。市面上这款发动机有很多都是因为机油泵损坏导致拉缸的。我们在买市面上搭载 4.8 发动机的保时捷，一定要冷车启动看看有没有烧机油。如果说排气管冒蓝烟，很大概率就是拉缸了。那如果说你想入手初代卡宴，学长建议买 3.6 VR6 发动机的比较好。那修车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质量稳定性也不错。初代卡宴都是 6AT 变速箱，这个变速箱是爱信代工的，不是采埃孚的 6AT。这款变速箱的质量很稳定，只要每10万公里按时定期换变速箱油就可以了。初代卡宴最爱坏的其实不是发动机跟变速箱，而是空气避震跟分动箱。在买二手卡宴的时候，一定要去多试一试空气悬架是否正常，前后低速打方向盘挪车，听一听底盘有没有异响跟抖动。
卡宴的空气避震大厂品牌件一支的价格是3000块钱，分动箱总成一个是6000多，这个是纯材料的价格，还没有算工时费。这俩配件在卡宴上面都算是易损件，想玩老车一定要留几万块钱修车，以备不时之需。现在一台2010年上牌的3.6升初代版本卡宴，二手车大概7到11万不等。如果说你在当地有比较靠谱的修理厂，同时你也有一些闲钱和闲时间去维修整备，初代卡宴其实还是可以买来玩一玩的。2011款以后就是第二代卡宴了，第二代卡宴跟大众的途锐都采用了 PL72 平台生产，而当时的 Q7 还在用 PL71 平台。那直到2016年 ，Q7 直接用上了最新的 MLB EVO 平台，所以途锐和卡宴一共有3代车型，血缘关系也更近一些，大家可以理解为这2台车才是亲兄弟。而 Q7 只有2代车型，跟卡宴的血缘关系要稍微远一些，更像是表兄弟。2代卡宴发动机型号众多，二手车市场里面我们能见到排量从低到高分别有 3.0T 的机械增压，就是奥迪那个 EA837 发动机，还有 3.0T 机械增压的混动版，搭载大众3.6升 V26 发动机的平行进口版。那除此之外，还有 3.6TT、4.8升自然吸气跟 4.8TT， 一共6个版本。那这里面学长最推荐的还是3.6 V26 发动机的平行进口版，或者15还有16款搭载奥迪 3.0T 机械增压发动机的这2个版本。那虽然是卡宴的入门版，但是动力对于买卡宴的用户来说基本上绝对够用了。发动机配件跟大众奥迪一样，维修保养价格也很便宜，最适合我们广大的普通用户。15年之前的 EA837 故障率非常的高，学长之前专门做了一个二手奥迪选购攻略，专门讲过这台发动机，感兴趣的兄弟们可以来超音速的主页看一看这期视频。那今天我就不重复多讲了。那至于 3.6TT 跟 4.8 这2个排量的发动机是保时捷自己研发的，3.6就是 4.8去掉2个气缸，那这俩发动机本质上是一样的。很多兄弟们非常好奇，保时捷比较擅长生产水平对置的发动机，那第一次自己造微型发动机到底行不行？学长对于保时捷3.6还有 4.8 的发动机评价是，动力油耗其实都挺不错的，而且发动机技术很先进，发动机本体层面硬件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主要就是发动机的水路跟周边零配件比较容易坏，那这些修起来问题不大，但是呢，因为是保时捷专用发动机，配件价格就非常贵了。那除非你对动力有非常高的要求，否则的话还是老老实实买搭大众 V26 发动机跟15年以后的 3.0T 机械增压的版本会更好一些。那强调一下，这里面有一个大坑，就是 3.0T 的混动版，不管是 HEV 的油电混动还是 PHEV 的插电混动，关于保时捷的混动到底能不能买，我劝你还是千万不要看了。混动的保时捷一块动力电池，你可以去 4S 店问一问多少钱，那这个东西坏了就不能修，只能换件。很多人天真的以为混动系统坏了，那不是还有发动机吗？我当个纯油车开难道就不行吗？答案是不行。保时捷的混动系统一旦故障，你车肯定趴窝，想开走那是做梦。不光是卡宴，还有混动的帕拉梅拉，我都强烈不建议买。你可以看一看二手车的行情，你猜猜看，为啥混动的保时捷价格比纯汽油的还要便宜？说到电池，学长要插播一条资讯：最近比亚迪官宣将彻底取消传统的铅酸电池，用成本更高的磷酸铁锂电瓶为车子的电路系统供电。那磷酸铁锂电池有4大好处，都是与我们日常用车息息相关的。那首先，磷酸铁锂电池终身免维护，不像铅酸电池基本上3到4年就需要更换了，否则很容易出现电压不够打不着火。那其次，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要比铅酸电池大很多，同等电量下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最后一点就是环保层面，那铅作为重金属，处理不好的话对环境的破坏很大。比亚迪作为全球第一家给汽车搭载磷酸铁锂启动电池的企业，不仅是为了用户有更好的用车体验，更是为了全人类的环保事业。学长非常欣赏比亚迪的这种精神，希望比亚迪能够继续引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好了，那我们接着回来聊卡宴。2代及3代的卡宴用的是采埃孚的8AT，质量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其他爱坏的地方可以参考初代车型。这些配件都是易损件，在哪代卡宴上其实都差不多。最后说一下二手车的行情，2代卡宴3.6平行进口版，16年的车现在大概25到30万就可以买到了。16年的 3.0T 机械增压版本大概35到45万。那保时捷的车全部都是选配的，不同配置的车二手车价格会差很多，大家可以拿这个大概做一个参考。那最后就是3代卡宴。
宴。3代卡宴全面换装了奥迪的发动机，发动机只有3个 3.0T 的 EA839跟奥迪同款。2.9TT 是跟奥迪 RS 系列同款，最后就是 4.0TT 代号 EA825 的 V8， 这款发动机跟兰博基尼的 Urus 还有宾利的天越同款。3代卡宴基本上买了就不会踩太大的坑，除了价格稍微贵了一点，其他方面都非常不错。3代卡宴二手车现在最便宜的也要60多万，如果说你是一个不差钱的富哥，当然可以买越新款的越好。说完了卡宴，我们再来看一看马看。马看这个车14年才上市，虽然经过3次中期改款，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1代车型。第2代马看明年才会上市，是基于大众全新的 PPE 纯电架构打造的，也就是说以后你再也买不到燃油版的马看了。那很多人调侃说马看是奥迪的 Q5，我觉得这么说不够准确。严格来说，马看是老款的 Q5，因为新款 Q5L 在2018年就已经换成了 MLB Evo 架构。变速箱型号也换成了最新的 DL382，而马看不管是哪个年款的，还在用上一代的 MLB 架构和 DL501变速箱，只是2022款以后的马看为了强行提高产品力，换装上了第4代的 EA888 发动机。马看由于跟奥迪 Q5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部分配件还有养护的价格也比较亲民。马看发动机排量从小到大一共有 2.9T、2.9TT、3.0T、3.0TT 跟 3.6TT 这几款。关于这些发动机，老粉其实大部分都比较熟悉了，只是说老款马看 S 上面用的那台 3.0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少，网上也很少有博主深入聊过这款发动机。那关于这款发动机，其实跟 3.6TT 一样，都是保时捷自己全新研发的发动机，跟大众、奥迪没有任何关系，只有保时捷品牌的车型有所搭载。那这里学长要强调一下，所有马看用的 EA888 都是3代跟4代机型，大家不用太担心发动机有大的质量问题。马看最不让人放心的反而是变速箱跟分动箱。马看用的双离合变速箱是奥迪的，保时捷只是负责标定变速箱的逻辑。那这款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我建议每6万公里要定期更换变速箱油，还有分动箱油。换变速箱油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变速箱油的滤芯一起换掉。马看变速箱一共有内外2个滤芯，可以用奥迪原厂的配件，能省不少钱。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马看原厂的底盘橡胶件质量，还有避震器的质量都非常的一般。如果说你买回来感觉车子开起来底盘很松散，滤震也不干脆，可以重点检查一下底盘的这些橡胶件还有避震器是否老化了。马看的二手车我就不说推荐哪个年款了，因为哪个年款的车其实本质区别都不大，主要看价格跟车况。马看二手车向来都不保值，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多去砍一砍价格。网上很多人问我怎么看马看跟卡宴这2款车，关于这俩车到底是不是卖标的智商税？那对于这俩车，其实我的评价还是挺高的。虽然本质一个是大众，一个是奥迪，但是调教出来的驾乘感受，还有车内带给你的氛围感，跟大众、奥迪区别其实还是挺大的。不光是差一个车标，换个车壳这么简单。如果说你只是喜欢保时捷的品牌，还要兼顾日常的使用舒适性跟便利性，二手马看跟卡宴其实非常值得购买。学长比较建议买用大众或者奥迪发动机的卡宴跟马看，这样就可以把维修保养价格降到最低。那除了专属的一些外观内饰件以外呢，其他零件跟大众、奥迪几乎全部通用。买它既可以享受保时捷品牌带来的光环，又可以跟大众、奥迪用一样的零件，修车保养既便宜又方便。买过它的车主都说香，只有键盘侠嘲笑它不是正宗的保时捷。为了保证每天的更新频率，二手保时捷专题学长准备分上下2期视频上传。那这期聊了保时捷的 SUV， 我知道很多兄弟其实并不感冒，那下期就是重头戏了，学长会深入的聊一聊保时捷的718、911，还有帕拉梅拉这3款车型，尤其是帕拉梅拉，几乎是你最容易踩坑的保时捷车型。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记得关注超音速，顺便给我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3连到位，学长干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吉姆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